有一个粉丝给我邮寄了一种水果，我竟用它做了14款泡酒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有一个粉丝私信我，让我试试他自己种的葡萄来泡酒，因为我之前试过几款葡萄泡酒，口感很一般，但他说他的葡萄皮有一种橄榄香气，学名加宝果。我最近正在研究还有哪些天然的果香适合泡酒，一听到橄榄香立刻就心动了，上网一查，果然它不像普通的葡萄那样一串一串的，而是直接长在树上的，所以又叫树葡萄，一斤卖好几十呢。这么贵重的果子，我决定用10款基酒做一个全方位的测试对比，这样才能对得起粉丝的一片信任。这个果子皮有一点厚，比葡萄皮硬一点，第一口咬下去很酸的味道，但吃到果肉中间就是糯糯甜甜的口感，还有一点山竹的滋味和奶香。最后轻咬果皮，果然有橄榄香气，还有微微的荔枝香。如果这种味道能很好的呈现在酒中，那简直太棒了。因为皮厚，所以我采用扎眼的形式，让酒能更快的浸泡进去。最终每瓶用260克加宝果、39克糖、260克酒的配方，分别用10款酒来浸泡。糖的比例是算出来的，因为我测试加宝果的含糖量为11%左右，一般水果的糖分有1半左右会融入酒中。我想做出20%的最终含糖量，所以我加糖的比例是15%，260克酒加糖就是39克，还剩下一点加宝果，我又分别用不扎眼的方式和不加糖的方式又泡了2瓶。还剩最后一点，因为果皮和果肉香气不同，所以我又泡了2瓶，一瓶只有果皮，一瓶只有果肉。好了，加宝果都被我霍霍完了，需要等待3到5个月再来品尝，不知道我一心盼望的橄榄香会不会如我所愿。邀请大家品尝的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装瓶打包好了，邀请到的朋友已经1对1的确认联系过了，这次一共是120份，明天发出，估计这周内都会陆续收到。最后拜托大家品尝后一定要扫码，认真填写口感反馈表。上次送的红枣朗姆泡酒，很多朋友的反馈特别详细，给了我很多新的灵感。这次又邀请了5位红枣朗姆泡酒反馈意见特别好的朋友再次品尝。好了，120位朋友等着接酒吧。据说这个就是知否中明来爱喝的错认水，我们今天开封。由于度数很低，而且酒体颜色清透自然、清澈如水，所以经常被人叫做错认水。喝起来有一种鼻涕独有的清甜爽口的滋味，果味不是很浓郁，单独喝的话味道很一般。但它独有的清甜爽口，如果搭配其他水果一起泡酒的话，我想可能会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组合。等遇到合适的水果，再来给大家继续分享。邀请粉丝品尝的草莓威士忌，今天出酒，先把酒过滤到一个大酒罐里，威士忌自身的橡木桶滋味融入到酒中，跟草莓果味做了一个很好的互补，而且融合过渡的非常自然。最早的这个试验组合让我意识到酒的某个特点和果味互补，会让泡好的果酒更有层次。最后先装出来3瓶送去检测，等检测合格后，我会陆续联系大家包邮送出。剩下的草莓有点多，之前都扔掉了，但总感觉有点浪费。刚好买的紫铜蒸馏器有串香装置，于是我实验一下，把草莓里的酒再蒸馏出来会怎样。第一次蒸馏得到2升38度的酒，草莓的价值基本上被我完全榨干了。不过酒看着有点浑浊，于是我决定第2次蒸馏。2次蒸馏一定会损失掉更多的果香，毕竟只是试验。蒸馏出来的酒到底能做什么用，也有待探索。最终得到1升70度，带有草莓香气的蒸馏酒。大家觉得这个酒应该叫什么酒呢？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总酯含量偏低，但路酒检测标准里总酯限于酒精度大于25度的路酒，而我们的酒精度是22.8，所以总酯含量理论上可以不做判定。然而当酒精度小于等于24的时候，需要按照国标2758来执行。于是我又送过去3瓶检测沙门氏酒和金黄色葡萄酒酒，10天后收到结果，符合要求，所以这批酒从理论上讲是合格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泡酒的度数高于25度，那总酯含量就是不合格的，那么就是不符合标准的吗？抱着这个疑问，我又分别查了伏特加、威士忌和白酒对总酯的要求，发现我们白酒的要求是大于等于某个值，而伏特加和威士忌的要求是小于等于某个值。总酯含量的指标在构成我国白酒独特香气中起到重要作用，而伏特加为多次蒸馏而得的最纯净的酒，所以总酯含量越小越好。而威士忌大约70%的香气都来自于橡木桶的浸泡。橡木桶滋味是否会改变总酯含量，以后再做实验，但水果香气在改变总酯含量上作用微乎其微。
这次泡酒又带出来几个疑问，以后慢慢解决。这几天我会分装酒，筛选并逐个联系以前填过表的粉丝，随后邮寄给大家免费品尝。关于泡酒，收到最多的私信是开封过滤后的沉淀问题。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果渣，果渣的多少跟过滤的目数有关，过滤部越细，后期的果渣越少，不是像棉花一样的絮状沉淀，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还有一些朋友问，水果泡了1年是否能喝？理论上高度数的酒泡的水果长时间是可以喝的，但是浸泡时间太长，泡酒里会出现一些陈味，喝起来没有水果的清爽感。所以多数的水果浸泡周期都在2到3个月为最佳，水果的清爽和果味融入到酒中的口感是最舒服的。还有经常喝酒的人会说没有酒味，就跟我家老爷子一样，我每次泡酒都会给他邮寄，他每次都说没有酒味，跟果汁一样。后来测试发现，用高度浓香酒作为基酒，泡好的果酒入口会是醇厚干柔，浓香酒的滋味，中口会是果香，后口一般是果香和浓香的融合，整体果香比较饱满，同时浓香酒自身的美妙也会被很温柔的表现出来，所以浓香酒泡酒比较适合爱喝酒的人群。8月份我家老爷子过生日，我决定买一瓶好的浓香酒给他泡一次红茶荔枝酒，正好看到小糊涂仙珍藏52度浓香型，购买时发现还有开盖见惊喜的活动，有50宏光和雅迪电动车等奖品，我非常期待能中一辆车，哪怕是电动车。只中了6块6毛6，有中到车的朋友记得给我分享一下喜悦。开始泡酒，先放入红茶，再倒入酒，冰箱冷萃1天后过滤出酒，再放入清洗好的荔枝和冰糖，静待3个月，正好8月开封。大家有关于泡酒的问题直接私信我，一般看到后我都会回复的。去年做的红茶荔枝泡酒非常受欢迎，茶香呈现在后口，果味呈现在中口，果香和果甜呈现在前口，水果和茶搭配得当的话，整体的层次会非常的饱满。水果这2年基本上都泡遍了，接下来打算研究茶叶。现在一听到某种特殊的天然香气就会莫名的兴奋。听闻无玉泰的恩施玉露在制作上多了独特的玉泰密配工艺，比其他恩施玉露的海苔香多了一些馥郁花香，听着都让我心动。买回来先试泡一下，85度温水热泡的方式，茶香和花香都比较自然舒服。冰箱冷萃一晚的方式会多一些茶叶的甘甜和海苔香，而且天然花香更为突出。所以我决定采用冷萃的方式，希望独特的花香和海苔香能微妙地呈现在酒中。酒的冰点是酒精度减1除2，如果是40度酒，40减1除2等于19.5。那么这个酒精度放在零下18度的冰箱是不能结冰的，所以先降度，提前1天先将蒸馏酒调至15度后冰冻。结冰后用冰滴的方式可以取自然茶香的茶酒，因为最终我想要淡淡的茶香，所以水果香气不宜太足。最终我决定选用梨，最后加入少量黄冰糖，再倒入无玉泰的恩施玉露茶酒，浸泡2、3个月后，我再来开封品尝。